宠粉的一太又来了。蔡徐坤贷款卖歌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本来觉得没啥可说的，毕竟蔡徐坤工作室已经道歉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后续竟然这么劲爆。先带没吃到瓜的集美回顾一下，今年4月份蔡徐坤发行音乐专辑《迷》，销售额超5000万，刷新了音乐平台殿堂史诗唱片销量等级记录，截止目前已经超过了300万张，销售额超8000万，这成绩可以说是相当好了。粉丝买专辑本来也是件很正常的事儿，怎么就闹到工作室下场道歉的地步了呢？问题还出在这张专辑上。这张专辑的11首歌截止到8月29日只放出5首，剩下的6首只有1首预显示即将上架，其余5首连名字都没有。也就是说，粉丝花一张专辑的钱只听到了1首歌。好巧不巧，这件事儿被某媒体盯上了，还开启了盯梢模式，揭发一波还不够，又来一次，点名迷出售页面无任何延期交付提示，涉嫌违法。很多人都在谈论蔡徐坤贷款卖歌、期货发歌，这段时间娱乐圈啥情况，懂的都懂。而在这会儿爆出负面新闻，多少有点引火自焚那味儿。好在工作室反应迅速，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But 这波补救似乎有点帮倒忙的感觉，一夜之间补齐5首歌，效率确实没得说，就是质量。在这5首歌里，其中2首连3分钟都不到，还有1首是40秒的纯音乐。这种质量水准立马让人联想到敷衍2字，网友嘲讽蔡徐坤的这种行为是在饭圈割韭菜。而面对这一声，粉丝们的话术总结来了，可以概括为2句话：一，我花钱我满意就行了，跟你有什么关系；2，国内国外用这种模式发歌的歌手一大把。正如粉丝所说，很多歌手采用过期货的方式发歌，周笔畅的专辑 Not Typical 曾采用1个月发布1首的方式，华晨宇的专辑新世界也曾将2首主打歌分批上线。但一开始粉丝要购买整张专辑，毛不易的专辑《幼鸟指南》包含11首歌，整张专辑在音乐平台售价20元，专辑于今年5月底上线。一开始呢也是货不齐，其中的3首主打歌《城市傍晚》《海上日记》于是没有洗头，分批次上线，剩下的8首在6月25日一次性放出。对于这种现象，毛不易曾回复称，采用这种方式主要是考虑到专辑企划以及制作，希望把解锁的概念传达给大家，也因为歌曲需要更多时间打磨。除了这几位被蔡徐坤的粉丝们特意点名的，还有林俊杰于去年发布的2张专辑 Like You Do 如你幸存者，2张专辑都发布于去年10月20日，封面上确实没有注明之后的具体发歌，不过之后10多首歌曲近半月发布1首，今年3月份更新结束。6月16日，范丞丞的数字专辑《疑》在音乐平台开售，专辑显示有4首歌，目前只更新了1首，剩余几首歌什么时候更新呢？其售卖简介中写道，请静候佳音。几天后，丁真的专辑《风的使者》上架，也采取了类似模式，并请粉丝静待佳音。除了国内的歌手，国外歌手也确实有一整张专辑中歌曲1首首发布的案例，但大部分都是分批购买，发1张迷你专辑就收1张的钱，1张单曲就收1张单曲的钱，分批发行，分批收费，不会一次性收取全部专辑的费用。这样发歌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到蔡徐坤这里就被炒了？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战线拉太长，没有告诉粉丝具体发歌时间，而且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蔡徐坤一直没有对新歌做出任何预告，也不告知具体发售时间，相当于购买了专辑的听众一直只有5首歌，可26元是针对11首歌来收费的，对于普通乐迷着实不太友好。有专业人士指出，预售这种模式一般不是因为需要提前回收成本，第一，可能是因为专辑制作周期太长，或者甚至还没有收到合适的词曲，但是又要赶艺人的宣传周期，所以提前铺量。第二是考虑现在国内年轻听众的听歌习惯，基本没有耐心听完一整张专辑，1张专辑10首歌丢出去，总有几首浪费的，但采取预售的形式，发行周期肯定不会拖太长。另一名业内人士也表示，这种销售方式是消费群体引导的售卖方式转变，但不告诉消费者具体收货的时间，确实是不太地道的行为。另一个原因则与长期以来社交媒体上的流量现象有关，能力与地位不匹配加粉丝的无理性攻击。蔡徐坤本人私德有什么恶劣行径吗？从出道至今似乎是没有听说的。
年少成名，从偶像练习生一跃成为超级顶流，人送外号巨 C。在他之前，有李易峰这样的冲带流量，也有归国四子 TFBOYS 这样的顶流。但是蔡徐坤的横空出世，也是内娱划时代的存在，由他开启了新一代选秀的流量之路。资方想靠选秀割韭菜，引导粉丝买奶卡、买水卡、买啤酒卡，粉丝喝不完就倒掉，甚至有些人买了东西压根儿不让商家发货，发了干嘛也喝不完。练习生想靠选秀成为下一个蔡徐坤，零基础，不会唱不会跳，但依旧往舞台上钻。出洋相出丑没关系，只要有了曝光度，有了流量，就有在娱乐圈生存下去的希望。这就是流量时代已经激变的娱乐圈上位之路。在这种争议中，蔡徐坤享尽了流量红利，出席各种选秀节目当嘉宾，拿过多种音乐奖项的最佳男歌手，手握近20个代言。然而流量是把双刃剑，好的方面是他通过粉丝流量能收获大量代言、综艺、晚会邀约，这是流量变现。糟糕的一方面是畸形追求所谓流量、所谓数据，就会走上弯路。这次的专辑事件被曝光后，蔡徐坤及其工作室在宣传中多次营造蔡徐坤的神秘。工作室称新专辑只发5首歌，是藏迷在眼，留迷于心，解构关于音乐的未知集合。蔡徐坤在接受《家人》杂志采访时称，不愿意讲清楚每首歌的发布时间，是想符合迷这个概念，认为这首歌对于今年的华语乐坛来说太过超前。用一种偏文艺的方式，试图模糊没有尽到告知消费者的义务仪式，质量过关也就算了，但是4个月打磨出这样的作品，还有1首歌没发出来，多少有点违背他的音乐初心了。这事发生以后，最先报道的媒体遭到了蔡徐坤粉丝的攻击，粉丝通过控评、私信、辱骂等不理智的方式来保护自家偶像，还拉踩别的歌手。这套路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媒体在遭到粉丝的网暴后也是非常刚，直接将谩骂自己的蔡徐坤粉丝留言给公布了出来，还发出质疑，称自己的报道是否有失公允，是否无证据造谣，并艾特了蔡徐坤和其工作室，要其做出解释。在清朗行动进行如火如荼的今天，还有明星粉丝敢站出来冒着大不韪如此放肆，后果可想而知。在该媒体做出举报之后，有关部门下场，将涉事的9000多个账号全部封禁清空了，公开在社交平台喊话蔡徐坤及工作室。到这儿，这件事儿已经不仅仅是针对专辑的问题了。于是蔡徐坤火速道歉，承认在发售之初未尽到提前以显著方式提醒告知全部歌曲上线时间的义务，对此向消费者诚恳道歉。道歉信下一水儿的支持。就在这封道歉信发布前1分钟，工作室还发布了一份致全体粉丝的一封信，信中呼吁大家理智追星，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攻击、争辩、谩骂、互撕、对立拉踩、私信骚扰等不理智行为，保持理性思考，积极传播正能量。蔡徐坤工作室道歉了，所以就不再过多评论收割这件事了，只希望以后娱乐圈赚钱的方式简单些，不要再搞一些弯弯绕绕的套路，不然最后很有可能口碑尽毁。回头看会发现，从2018年至今，蔡徐坤依旧只有1个，他的流量依然很顶，夸张力也一直都在，但只靠流量究竟能走多远呢？谁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蔡徐坤想到了转型，他也尝试过演戏，但演技堪称黑历史，于是他不再涉足影视圈，一门心思做音乐，做好音乐。这几年他出了一首代表作《情人》，确实挺出圈的，但想要真正成为一名歌手，在乐坛站稳脚跟，仅靠1首歌是远远不够的，持续性的输出高质量作品才是坐稳音乐才子的终极密码呀。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